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也有海基洲际弹道导弹，就是没有在空中发射的空基洲际弹道导弹呢？是太难了吗？是的，的确很难。但原因呢，并不止于此啊，因为早在1974年，美国就已经试验成功了。1974年的10月24日，美国空军在打开了一架 C5 银河运输机屁股上面的舱门后呢，成功的发射了一枚民兵1号洲际弹道导弹。虽然它并没有装上核弹头，也只是启动了第一级的发动机，但是这种从空中机动着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方式，本可以为美国的核武发射库中加入新的元素，或者说新的威胁嘛。可是他就只那么试了一次之后呢，就再也不见踪迹了。这美国人的脑子里面是进水了吗？要知道，从 F-18上扔下一枚4米长、1吨重的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AGM-158是一回事，但是想要扔下的是一枚将近20米长、重达30吨的洲际弹道导弹时呢，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费这么大劲，花这么大代价，实验成功了，却锁到保险箱里面不用了，你说奇不奇怪啊？所以呢，这背后究竟是隐藏了什么秘密？故事啊，我们还要推回到1945年的7月，从原子弹诞生的那一刻起开始说。1945年7月，美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原子弹爆炸实验，以相当于2.5万吨炸药的爆炸当量，炸开了核时代。4年之后呢，在1949年，苏联效仿，全球的力量平衡因此而改变，也为长达数十年的核竞赛做好了铺垫。到了1974年，核态势已经成为美苏两国政府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两个国家都在不懈地努力以新的手段利用或者交付核武器。先是原子弹，接下来呢就是更为致命的氢弹了。美国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而技术稍欠一筹的苏联则在数量上进行弥补。说白了就是你造1枚，那我就造个10枚。虽然精度没你那么高，但即便只有1/10的概率，我也能干掉你了。到了1974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这样被苏联人给硬是抹平了。美国的优势呢，不在了。虽然这也只是种感觉而已，你以为美国人真的就知道苏联到底有多少个核弹头吗？并不是嘛，他们只是分析得出来的，然后就开始陷入到被害妄想症当中了。不过呢，这也不怪他们啊，说起来非常讽刺，因为 mad 疯狂这个单词在当时是有另外一层意思的，它正好是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相互保证毁灭的首字母。这是一种一毁皆毁的军事战略思想，建立在假设交战双方都有着足够摧毁另一方的武力，而且一方如果受到了另外一方的攻击，不论理由是什么呢，都会以同样甚至是更为强大的武力呢给他怼回去。结果就是相互保证了对对方的绝对毁灭。既然这样，大家就都会怕他了，也就不敢首先发动进攻了，成为了一种恐怖的平衡。实际上 MAD恰好被认为是冷战变不成热战的重要原因了。不过你看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平衡，一旦平衡打破 ，MAD 就开始失效了，意味着我可以单方面的摧毁你了。美国人怕的就是这个嘛。一方面，苏联人的核弹呢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他们不仅多还基本都能动，车载、列车载，甚至还能动用直升机载。吊起来，让他们实现快速的重新部署。再反观美国人呢，一开始由于过于自信基本上都是把自己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装在了固定的发射井里面。如果苏联人的情报足够准确的话，完全是可以在第一波进攻的时候瞄准并直接摧毁这些无法移动的目标的。美国岂不一上来就直接完蛋了吗？这简直是越想越怕，坐立不安啊！于是时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呢就想看看能不能从外交途径上缓解这个问题。他准备约上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长谈一番，讨论一下，为了世界和平，咱能不能一起缩减点自己手上的核武器数量？但他也明白嘛，苏联人又不傻，如果看上去好像处于下风的美国人主动把脸贴上来了，那就是实锤的下风了嘛。我干嘛还要跟你妥协，缩减自己的核武器库呢？滚一边去！所以在谈判之前自己手上的筹码一定要够多够硬才行啊。既然我们的软肋在不能移动的发射井上，那么就想办法让它们移动起来呗。而且不光要能够移动，还必须要能够移动着把它们发射出去才行啊。这优势不又回到咱们家了吗？好吧，于是五角大楼的当务之急呢，就是尽量找到能够移动它们的方法了。
在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呢，他们两眼放光，这个比右下角的大力神还要大了 N 倍的大家伙，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从 C5 银河运输机的屁股后面把洲际弹道导弹给发射出去，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哦。尽管也是个疯狂的想法，但是这可是在冷战时期啊，这儿最不缺的就是疯狂了。毕竟整个战略思想都是建立在 MAD 上面的嘛。好，那我们就来说说 C5 这架运输机了。它从一开始呢，就是为了装而存在的。虽然也有装逼的意思啊，但更多还是用来装货的，尤其是要装下当时美军最新的9米长、50吨重的 M60主战坦克了。于是它的货舱空间呢，就来到了惊人的1000立方米了。这个好像没啥概念，对不对？那就换一个啊，其货舱的长度达到了37米，比莱特兄弟第一次飞上天的距离还要远呢。但其实呢，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啊，在它那巨大的黑洞里面装下超过100吨的货物之后呢，居然还能够轻盈的飞上天空。所以从技术上来讲，用它装只重30吨的民兵1呢，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了。挤一挤，我给你装1捆都是可以的。但重点是啊，装1捆能发射得出去吗？对了，真正难的地方在既能装得进去，还要能放得出去啊，并且在放出去之后呢，还得必须要点燃飞得过去才行。国务卿的时间不多了，他只给了五角大楼90天的时间。于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情节在现实中上演了啊！直升机在凌晨时分呢，突然停在了教授家的草坪上，耷拉着眼皮的教授不情愿地爬进座舱后，发现怎么这儿还有几个没睡醒的家伙呢？专家小组开始紧张的工作，试图验证从 C5 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可行的，或者为什么就不可行呢？好吧，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在于啊，他们还从来没有从 C5 上空投过这么重、这么大的东西。应该说一个这么重、这么大的完整的东西。虽然有过成功投下将近75吨重货物的经验，但那是被分成了4批投下的，每一批呢也就不到20吨重了。采用的方式也很特殊，在推不动的情况下呢，他们是靠打开后舱门，释放出阻力伞，把货物的相对速度减到比运输机更慢后，自己给滑出去的。通常情况下，这些货物的长度呢都很少会超过8米，而民兵洲际弹道导弹的长度则是20米，加上滑车等附件之后呢，不可分割的重量也已经翻到了30吨了。这就带来了几个严重的问题啊。一是太重之后，如果阻力伞未能够将它们成功的拽出货舱， C5 的飞行平衡将被打破，导致失控坠毁。二是即使成功拽出货舱了，但突然损失这么大的质量也会打破飞机的原有平衡嘛。如果飞行员的调整不够及时的话，也有坠机的危险啊。最后，由于它太长啊，所以很有可能在拽出时呢，导弹的头部下倾过多，尾部就直接顶在了货舱的顶上，把飞机给卡住，造成坠机。说实话，能够成功的窗口实在是小得可怜啊。但这帮专家揉完没睡醒的眼睛之后，还是给出了积极的评估。虽然风险很高，但如果我们操作得当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好了，有这句话就行了，那咱就试呗。从1974年9月6日开始呢，这样的测试一共进行了10次。前7次呢，分别往下扔下的是越来越重和越来越长的模拟载荷，后3次就玩真的了，扔下去的就是真正的民兵1了。不过扔下去又让它点火飞起来了的，仅仅只有最后1次而已。虽然所有的测试载荷都不会带上核弹头，但跟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样，依然风险重重啊。从 C5 上减掉30吨的重量，会迅速改变其重心，使飞机几乎立即向上和向前倾斜。如果飞行员未能保持控制，即使成功投放，也可能会带来灾难的。当然，相比起来啊，与43500吨当量的世界末日一起飞行在未加压后舱的机组人员面临的危险就更大了。实际上，他们在整个部署期间呢，都必须要佩戴个人氧气罐，以抵御稀薄的空气，并无数次面临更加险峻的环境。为了确保 C5 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后还能平安地飞回基地，他把导弹的投放高度呢设置在了6000米。当导弹离开飞机时，第一级发动机上的定时引信呢便开始进入倒计时了。连接在头锥上的降落伞呢会使它头从上往下掉，在掉到大约2500米高度时呢，发动机点火，先是阻止其继续下落，接着便是推动着它开始跨越大洲的旅行了。好像听上去也不是很难，对不对？但是在测试中呢，失败率竟然高达33%。前9次测试呢，只成功了6次。有降落伞被撕裂后导致测试载荷直接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地的，有刚刚离开货舱后呢，测试载荷就直接在空中散架的，还有的是因为一个阻力伞的力量不够啊，拉得不利索，卡在半截，差点就把 C5 给搞坠机了的。没有最刺激，
只有更刺激。就这样啊，时间来到了离谈判日只有1个月不到了。虽然压力巨大，但工程团队呢还是给顶住了。他们又对导轨进行了改进，还增加了一个阻力伞，然后决定进行第10次，也是第一次真正会点燃导弹发动机的测试了。如果成功，就代表着空基洲际弹道导弹他们是可以玩的转了。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做到了。消息第一时间当然传到了基辛格的耳朵里面，然后呢，也很巧妙的让苏联人知道了这事儿，谈判的主动权于是又回到了美国人的手里面。到了今天啊，最新一代的 C5M 甚至可以同时装下3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可你还能听到关于空基发射的任何一点消息吗？它就这样在第10次发射后呢，被彻底埋藏了起来。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啊。虽然美国人发展出这种发射方式的初衷是为了应对当第一波核弹互射自己的发射井被摧毁后呢，还能有发起第2波还击的能力，但是它同样也具有令人生畏的第1次打击能力啊！如果将这种对方无法应对的首次打击能力引入到相互保证毁灭的脆弱核生态系统中来，很容易就将原有的平衡给打破掉了。有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就是没有了安全感的苏联人干脆就首先发起核攻击嘛。美国不照样充满危险吗？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了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2003年11月22日，一架空客 A300 运输机刚刚加满油，从巴格达机场起飞后，就被一枚导弹击中了左翼，在空中燃起熊熊大火之后呢，机组成员居然操纵着它成功降落了。所以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你可能会说，也许是他伤得不深呗。那么我们就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啊。这架飞机是属于 DHL 的一架运输机，它在6个月前刚刚拿下了一个来自美国军方的合同，帮助驻伊大兵们把写好的信运回国内，所以就成为了当时巴格达机场内为数极少的民用飞机之一了。由于机场的外围呢还没有被美军完全控制，所以在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要面临着被地面火力袭击的风险。为了降低这个风险飞行员就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爬升到一个相对安全的高度才行。这就对于他们的飞行技巧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天直飞 A300 的是一个3人的机组，机长埃里克、副机长史蒂夫和飞行工程师马里奥，他们都有着数千甚至上万小时的飞行经验，所以这会是稍后他们划线唯一的关键之一跟标准动作一样，这架 A300 在一离开地面之后呢，就迅速开始了爬升，高度已经来到了2400米。正当机组放松下来，认为可能这又是一次平淡无奇的飞行时，一枚萨姆14肩扛式防空导弹嗖的就朝他飞了过来，击中了左翼从发动机到翼尖之间的整个机翼后缘，瞬间就笼罩在了火光之中。他们还是幸运的首先，导弹并没有直接击中机身，那样的话就是整架飞机在空中解体了，后果参见去年乌克兰航空 PS752 航班灾难。其次导弹也没有损伤到发动机，那是他们在后续飞行中救命的关键。最后，还记得我在视频一开始说了什么吗？他们刚刚把油箱里面加满了油，所以被击中的位于机翼外缘的 1A 油箱里面呢，还满满都是液体，没有多少气化成可燃蒸汽。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爆炸，而不仅仅只是燃烧了。好了，说完了好消息，我们再来看看坏消息。直接坏到家的就是飞机完全失控了。为什么呢？因为跟着燃料从左翼的破洞里面漏出去的，还有非常重要的液压油了。飞机上的所有操纵面呢，都得靠它来使力掰动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身体上的肌肉，哪怕心脏、骨骼、大脑都还健在，但是缺少了肌肉去传递力量，我们依然是无法控制身体的嘛。一架正常的大飞机上呢，会有3套液压系统，它们通常被叫做蓝线、绿线和黄线，各有各的主控设备，同时呢，也为别的线路提供突发情况下的备份，所以能够在一个甚至是2个都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呢，依然还能操纵。但是当全部3条液压都宕机之后呢，飞机离坠毁也就只剩倒计时了，所有的控制面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飞机会自动进入到一种类似于过山车一样的上下起伏的状态中，它会先向下冲，进入加速过程，但加速带来了额外的升力，这份升力又开始把飞机往上抬了，让它进入到减速过程。升力于是很快就被吐了回去，飞机再度转头向下，开始第2个下冲上升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呢，机组几乎是不可能将飞机稳住的，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能用的工具了嘛。
操纵杆虽然还在手里面，但其实已经成为了摆设，还是个看着就让人闹心的摆设。于是副机长就问出了那句直击灵魂的：“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What do we do? What do we do?” 是啊，该做什么呢？机长艾里克也在问自己同样一个问题。他再次低头看了看手里面的操纵杆，余光却瞟见了一旁的油门推杆。哎，谁说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工具啊？发动机不是还在吗？它不是一左一右分布在机翼的两边吗？那么控制油门也就能控制飞机了。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既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加速可以让飞机上升，减速可以让飞机下降，那么加油门就能使飞机抬头，减油门就能使飞机低头嘛。只要在合适的时间点找准机会来加减油门，就能够将此时的过山车模式扭转到平飞模式了。虽然从来也没有训练过这个项目，但是经验丰富的2名飞行员在飞行工程师的辅助下，仅仅只用了10分钟就找到了规律，慢慢把飞机给稳住了。但看着左翼上还在呼呼喷出的油啊，他们知道危险并没有过去，必须要抓紧时间折返迫降才行。那么怎么折返呢？其实不用他们折啊，这架飞机本身就一直在空中绕圈圈了。左翼受损，所以左边受到的阻力更大一些。飞机打从一开始起呢，就在朝着左边偏航了。机组成员现在要做的第一个是抵消偏航，第二个是控制转向，他们也可以由改变发动机的推力来完成。这个大概就有点像是在开坦克了。给左边的驱动轮多加一点油呢，坦克就会朝右转；给右边的驱动轮多加点油，坦克就会向左转。要是给的油一样多呢，就直着往前开呗。飞机机翼两边的发动机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只不过本身就够难了。而这架飞机上，就光是想要直着走呢，还不是平均给油就行呢？你能想象吗？就靠着这2台发动机推力上的微小差别，既要实现加速和减速，同时又要完成俯仰偏航和滚转动作，最后还能抬着头不减速的往下落，难度该有多大呀？所以那架同样因为掉了尾巴而液压近视的日航123就没能挺过来了。虽然飞行员应该也是使用了同样的方式，让它在空中继续坚持了30分钟之久啊。DHL 的那架运输机呢，最终在冲出跑道后，还是安全的迫降回了巴格达机场。3名机组成员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被导弹击中后还能毫发无损地走出机舱的人。他们用冷静战胜了命运，所以值得嘉奖。但其实命运也没有辜负他们啊，因为就在他们紧张地折腾2台发动机时呢，武装分子又一次发射了导弹，只不过这一次射偏了而已。而机组成员对此却并不知情。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这2只鸽子怎么都想不到，下一秒天堂变地狱。仔细看啊！打扰他们的是一枚从美军基德号驱逐舰上发射的最新型战斧式巡航导弹了。它应该没有装上战斗部，否则2只鸽子呢就只能去见阎王爷了。从慢镜头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俩似乎是躲过了一劫，但其实这一劫本来就不该来的，因为战斧式巡航导弹，或者说所有的巡航导弹，通常打的都是陆地上的静止目标，至于海上的目标嘛，它根本就不擅长。为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听我讲完巡航导弹的制导方式，你就明白了。拿战斧式巡航导弹举例，它采用的是结合了惯性制导、GPS 制导、地形匹配制导和数字场景匹配制导等手段的一套复合制导方式。我们一个个来说。惯性制导呢，通常用的是陀螺仪、加速度仪等设备来测量导弹的实时飞行参数，并拿它跟预先设定好的飞行参数做对比，不断的调整和修正，进而控制导弹飞向目标的。举个例子，你会更加明白啊。这有点像是你给一个不知道你家在哪儿的朋友指路。你不会告诉他你家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因为告诉他了他也不一定知道嘛，而是从他的起点位置告诉他走多远就该朝哪个方向拐弯了，接着再走多远再怎么拐之类的。于是呢，他也就能够老老实实的照着你给他的指令一步步的朝你家接近了。至于到底能不能准确的到达呢，取决于你的描述精度和他的理解能力，以及他对自己每一个所处位置的正确判断了。所以换到导弹上面的惯性制导上呢，仪表的误差就是决定最终精度的关键了。虽然我们已经越做越好，但是想要完全避免仍然是天方夜谭啊。而那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误差是会积累的。所以单靠惯性制导的尴尬就是打得越远，偏得越多还好，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能够在中间帮助它修正的方法了。
GPS 制导算是一个，当然咱们自己的呢就是北斗嘛，靠卫星进行精确定位，这个咱们就不必多说了，谁还没有用过导航呢？是不是？虽然精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工作原理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重点说一下地形匹配制导。它靠的是装在导弹上的雷达，用实时测出来的地形数据去匹配事先已经输入到导弹计算机里面的地形参考数据，然后控制导弹一步步的追着这个参考结果去飞的，有点像是乐高机器人的巡线功能啊。它是巡航导弹的专属，毕竟只有贴着地面飞呢，才能享受到看清地形的福利嘛。它具体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地球表面任何一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都可以用周围地形的垂直等高线来唯一确定的话，那么我只要去匹配这个特定的垂直等高线特征，不就能够精确的找到这个位置吗？于是系统当中的雷达高度表、气压高度表、惯性测量装置和计算机就开始配合来完成这个工作了。雷达高度表呢，提供导弹的离地高度；气压高度表则测量导弹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高度。两个信号在计算机里面再同惯性测量装置得出来的加速度数据综合一下，便产生出了极其精准的绝对高度信号。而把这个绝对高度信号减去离地高度信号，是不是就是等于指出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地形标高呢？是的啊，导弹正是拿这个测得的地形标高跟储存在计算机中的基准标高数据去匹配的。如果没有偏差就继续飞，如果有一定的偏差，那就调整姿态，重新回到准确的路线上去嘛。巡航导弹在飞行的途中可能需要经过数十个这样的地形匹配点，以此不断修正自己的航向，最终才能提供出相当高的精度了。好了，就这么飞了一路，等来到末段准备要实施最终打击的时候呢，另一个更为精确的制导模式便开启了，它就是数字场景匹配制导。这个制导系统使用位于巡航导弹头部的摄像机来实时的拍下地面的动态影像，并拿它来跟事先储存在导弹里面的画面做对比，就跟我们人眼的工作方式是一样的。到了最终你的朋友能够把手敲到你家的门上，不就是他看到的信息跟他得到的信息正好匹配上了吗？综上就是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制导全过程了。你可以发现它就是为陆地目标而存在的嘛，什么地形匹配，什么数字场景匹配，到了瞬息万变的海面，不都是白瞎吗？所以我一开始才说嘛，那两只无辜的鸽子呢，本不应受此一劫了。但是到了战斧的 Block 4版本，目前的承包商雷神公司呢，准备再从美国海军身上收刮点银子出来，就整了一个针对海面移动目标的版本。它当然就需要再花点钱升级一套主动式雷达制导出来嘛。但是海军看了测试，惊得直呼好家伙，我要了！于是不仅追加了订单，还又继续坚定地把战斧升级到了 Block 5版本，计划一直威胁世界到2040年。对了，我们也有长剑石不怕。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是一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产量世界第一。自1956年服役以来，已经发展出了4代几十种型号了。但除了最新一代以外，在这之前所有的响尾蛇导弹略显夸张的梯形尾翼底部都装着这样一个小齿轮。它究竟是干什么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它呢叫做陀螺舵，能够防止导弹发生滚转，从而有效地保证射击精度。那么它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下面我们就开始来解释。首先导弹是一个飞行器，跟所有飞行器一样，也是通过3个轴来进行飞行姿态控制的。拿飞机来举例这3个轴分别是与机翼平行的横轴、垂直于地面的垂直轴和穿过机身头尾的纵向轴了。我们可以通过操纵飞机的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和机翼上面的副翼来控制飞机在这3个轴上的姿态，从而实现俯仰、偏航和滚转。到了导弹身上呢，这几个翼并没有消失，只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导弹依然还是要使用它们来控制自己在空中的飞行。从布局上看，大概可以分为以下4种：尾翼控制、压翼控制、中翼控制和非常规控制。比如用推力矢量的发动机，在导弹前部装上能够提供横向推力的小型发动机，有点类似于像猎鹰9号上面用于调整姿态的冷气发动机等等而近距离空导弹通常采用的都是压翼布局。为什么呢？因为它一般尺寸都比较小，弹体尾部在装了发动机之后呢，根本就剩不下任何空间来布置舵机了，于是尾翼就只能固定不动，控制姿态的重任只能往前放，落在了压翼身上。
但同样还是受制于窄小的弹身啊，舵机放不下太多，通常只能塞进去2个，来分别控制对称的2组压抑，也就是一左一右水平的2个压抑和一上一下垂直的2个压抑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当水平的2个或者是垂直的2个只能同时同方向转动，而不能像飞机机翼上的副翼一样向2个相反的方向插动时，这2对舵面只能操纵导弹做俯仰和偏航运动，不能操纵导弹做滚转运动。这看起来有问题吗？只要上下左右的方向控制好了，不就能追着敌人满天跑了吗？问题大了。你想，要是弹体不发生滚转还好，要是发生了，它靠什么来让自己回到原位呢？而要是回不到原位的话，俯仰和偏航的操作不也同样偏离了原位吗？原本是打算向左拐个弯，现在却拐到了左上，还能够追到目标吗？而导弹在空中飞受到的干扰条件那么多，发生滚转几乎是一定的，那可如何是好？这就是响尾蛇导弹原本面临的尴尬局面了，因为它也是一枚近战空空导弹，使用的也是压抑布局，而它的化解之道就在这个不起眼的陀螺舵上面了。陀螺舵看起来像是一个齿轮，但实际上更像一个风车，它通过一根轴安装在尾翼的尾部，可以相对尾翼发生偏转。当导弹在空中以2.5马赫的高速运动时，迎面而来的高速气流会将陀螺舵里面的陀螺锤的高速旋转起来，其转速最高可以达到每分钟3万圈左右。于是在高速旋转之下，它就获取了一样特殊的本领，能够保持自己姿态不发生变化。好像也没那么特殊啊，每一个骑上自行车的人同样也会被物理规律加上这么一个外挂。所以呢，回到装了陀螺舵的响尾蛇上面，当它没有发生滚转时，陀螺舵与尾翼保持平行，两者合二为一，看起来就是一片完整的舵面。而当导弹受到外界影响发生滚转时，不能动的尾翼自然会随着弹身一起滚起来，但是高速旋转下的陀螺舵却能够继续保持自己原来的姿态。于是相对于尾翼平面呢，它就发生了偏转，形成了一个新的舵面，产生出一个新的力矩。这个力矩的方向恰好跟导弹滚转的方向相反，所以能够抑制导弹的滚转，把之前转出去的给扭回来，超级巧妙，有没有？它就是一个纯机械的玩意儿，只会在导弹发生滚转时被动介入工作，极大的简化了导弹的姿态控制系统。可以说，要是没有它，也就不会有满世界飞的响尾蛇导弹了。当然，这种陀螺舵不光只是装在了前面几代的响尾蛇上，在其他很多的短程空空导弹中呢，也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但是进入21世纪啊，这种略带妥协的技术显然满足不了机动性更高的打击需求了。所以在最新一代的响尾蛇 X 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硕大的尾翼已经缩小了好几层，陀螺舵也不见了踪迹，姿态控制的重任已经交给了带有矢量推力的发动机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下次当你在看到导弹尾部的小齿轮时，应该知道它就叫陀螺舵了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俄罗斯的匕首到底算不算是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从速度上，它肯定是算了。但是，当我们从高超音速导弹这6个字引发的对于一款极其先进的武器的期待来看呢，要真算上它的话，就有点牵强了。因为本质上，匕首它就是一枚空射的弹道导弹而已，而弹道导弹从来都是高超音速的呀。就连现代导弹和火箭的鼻祖 V2，照这个概念来讲，也能被称之为高超音速导弹。可是，谁会认为它是高超音速导弹呢？所以，究竟什么才能算是高超音速导弹，而匕首又到底算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定义啊，各国之间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但无一例外都包含了2点：速度和机动性。美国的导弹防御拥护联盟说，高超音速导弹是指那些速度超过了5马赫，并且能够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机动的武器。俄罗斯的国际事务委员会说，高超音速导弹是速度超过了5马赫，并且能够在大气层中以这样的速度进行机动的武器。仔细对比，好像定义里面少了整个飞行过程这个约束条件，所以看起来是要松一些的。而这个呢，也正是为什么能够把匕首归为此类武器的关键了。这个咱们稍后再说。从速度和机动性这2点出发，现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导弹通常所指的就是2类导弹系统了，一个是高超音速滑翔导弹，另外一个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前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像一枚弹道导弹一样被火箭推进到极高的速度，直至冲出大气层。但接下来的操作它就跟弹道导弹不一样啊，它不会像弹道导弹那样在大气层外划出一条容易预测的抛物线，而是会在发射后不久呢便重新进入大气层，依靠其深
升力体的外形，在不使用发动机的情况下，灵活地飞跃数千公里，直到抵达目标头顶。我们的东风17是这样，俄罗斯的先锋也是这样，而美国也有2款这样的武器呢，正在开发。那另一个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呢？它几乎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了。这个家伙在飞行全程都是有动力的，所以就拥有了不可比拟的超强机动性，以及不用再飞那么高，靠势能换动能了，也就更难被探测和拦截了。但是在如此高的速度下飞行如此远的距离，它需要装备一台我们从来就不曾拥有过的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而正是它几乎就拦住了所有人的脚步。怎么回事呢？因为普通的以吸入空气来燃烧的发动机呢，都是工作在高超音速以下，甚至是超音速以下的。他们一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温，二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速气流了。SR7上面的 J58是一台复杂的可变循环发动机，在高速之下呢，不过也就是3马赫可以开启冲压模式，让迎头冲进进气道里面的超音速气流呢，替代压缩机的角色，在被进气道减速变为亚音速气流的同时，获得了高压，得以在燃烧室里面充分燃烧，再以比进气时更快的速度从尾巴喷出去，提供推力。但你再来看装在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上的发动机呢，它的进气速度会是更快的高超音速了。当然也是可以不要压缩机，自己就能压缩自己了。但要压缩到什么程度呢？压缩到亚音速，好燃烧，但是燃烧完喷出去的也就是个超音速而已，这一前一后反而损失了速度，顶多平进平出吧，怎么提供推力呢？好，那就别压缩到亚音速，就让气流保持在超音速的状态进入到燃烧室，好歹嘛，燃完之后还能以更高的高超音速喷出来。但是火苗它就不给面子了，在超音速气流的冲击下，它很难稳定的燃烧。美国的 X-51A 在空中好不容易才达到了稳定燃烧200秒的成绩，而我们呢，也只是在地面上把它坚持到了600秒而已。看起来试验都还在早期，就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部署过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了。那匕首又算什么呢？它顶多算作一类叫做制导弹道导弹的，勉强可以叫做高超音速导弹的类型了。它绝大部分时候的表现都跟弹道导弹一致，只是在最后阶段靠鳍片做出一点机动的动作，把自己带到目标的头顶嘛。匕首虽然在2017年才投入使用，但它并不是一种新的武器，而是陆基发射的，早在苏联时期的1988年就开始开发的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的空射改进版而已。的确在米格3E的帮助下，它是可以把自己加速到高超音速，也的确可以在整个飞行阶段实施机动，但总感觉有点像是靠蛮力来完成的，跟我心目当中的高超音速导弹比起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好了，你怎么看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是一枚3X戟2型潜射弹道导弹发射的画面。可以看到它从水中穿出来之后呢，便会立即点火，然后迅速的爬上天空。好，暂停一下，先给大家出一道题：它从水中发射到水面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最后我会来揭晓。与此同时我们来仔细的观察它的头部，似乎有一根类似天线的杆子慢慢伸了出来。虽然画面不是太清晰，但我们拉近来看，应该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对了，就是这根杆子，它到底有什么用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又要来学习一点反常识的知识了。这根杆子呢叫做减阻杆，它本身倒是没有什么反常识的，反常识的是我最后要讲到的东西。当然，我们一步步来，先看看它能够干什么。我们都知道，在空气中快速前进的物体呢，都是会受到气流所带来的阻力的。要是速度再快一些，超过音速之后，还会产生激波。就是空气被压缩到还来不及复原的状态，它会给后面的物体带来更大的阻力。虽然超音速后激波不可避免，但是矮个子里面也能找出个个高的。激波可以分为2个主要类型：正激波和斜激波。正激波的激波面与气流方向垂直，把大量空气压缩在其中，从而对前进的物体呢造成巨大的阻力。斜激波的激波面与气流方向倾斜，它也会将一部分的空气压缩其中，但同时也会将其余的空气改个方向，然后就这么放它们走了。所以对前进物体造成的阻力相对会小很多。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激波是它们的组合体，叫做弓形激波。顶部是个正激波，两侧是个斜激波，对物体造成的阻力自然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那怎么才能产生出相应的激波呢？就是物体的外形了，尤其是头部的形状。简单点来说啊，锥形头部产生的是斜激波，盾形头部产生的是弓形激波。至于想要产生一个纯粹的正激波嘛，我的世界倒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实验场景。所以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战斗机的头部是尖的，火箭的头部是尖的，大部分的导弹头部也是尖的了吧？因为他们想要获得的是高速，就必须要尽可能的减小激波阻力。相反，有的物体还就是想要从激波那儿得到更多的阻力呢，比如从大气层外面返回的航天飞机、返回舱等等，所以他们就是用自己平坦的屁股从太空中坐着回来的。好了，那你说作为弹道导弹，它是想要高速还是高阻呢？想都不用想，肯定是高速啊！弹道导弹打的是抛物线，就跟我们扔石子一样，出手的速度越快，才能够扔得越远嘛，所以它应该是个尖头才对。但反观三叉戟，它的头部却是圆滚滚的，为什么呢？主要有2个原因啊，一个是它要被塞进空间局促的潜艇里面，就不能长得太长。那哪边的长度是可以被砍掉的呢？就是利用率本来就不是太高的尖部分了嘛。二是在水中呢，这个尖不仅没有优势，还容易造成运动不稳定，降低速度。但盾头反倒在这儿就不一样了，它可以利用空泡效应来提高运动速度，显然是比尖头更好的选择。这点啊，咱们看看鱼雷的造型就有数了。好了，水里面要盾头，空中要尖头，怎么调和呢？工程师们左思右想，突然一个灵感迸发了出来，咱们能不能欺骗一下空气呢？让他以为我长的是个尖头呢？怎么欺骗？用一根杆子从圆头上面伸出一截来骗，这就是减阻杆了。减阻杆利用头部先产生一道激波，它正好可以划过后面真正的弹头。这个激波虽然也不弱，但好在减阻杆头部的面积很小，激波对它产生的阻力也就不大了。而弹头和弹身则可以藏在减阻杆拨开的气流当中，这部分气流的压强没有被激波压缩后那么大，所以就成功降低了弹身所受到的阻力，而且降低的阻力比减阻杆本身受到的阻力要多，综合起来就让整个弹体受到的总的阻力减小了。就凭这根可以伸缩的杆子呢，三叉戟在助推段的阻力可以减少大约1半，射程呢则增加了300多公里，可谓效果显著啊。其实，如果你把减阻杆的头部和弹头连起来呢，你会发现它和尖锥形式差不多了，等于就是制造了一个虚拟的尖头，增加了导弹的等效长径比。在水中时呢，它是缩在弹头里面的，到了空中就伸出来顶在前方。当然，圆头带减阻杆的潜射弹道导弹不光只有三叉戟啊，俄罗斯的布拉瓦和我们国家的巨浪也都是这样的造型。好了，真正反常识的东西来了，你既然都把尖头虚拟出来了，那这根用来虚拟的减阻杆本身能不能也被虚拟出来呢？答案是可以的。用什么来虚拟呢？竟然是用气流，用气流来对付气流真是绝了。是的，在超音速飞行的盾体头部开一个喷口反向喷气，不仅不会产生反推力，降低飞行的速度，反而是可以减小阻力，让自己飞得更快的。所以下次在跟谁比赛跑步的时候呢，可以一边跑一边朝着前面吹气，说不定有奇效哦。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对了，还要揭晓答案。3, 2, 1, fire. 3, 2, 1. 潜射弹道导弹是被压缩气体从水里面推到空气中的，你答对了吗？如果把全球几艘主流的航母拉在一起比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呢，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不管是美国的福特号、中国的山东号，还是法国的戴高乐号，首先都是只有1座舰岛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却有2座。其次前3艘航母呢都采用了斜式飞行甲板，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飞行甲板从头到尾都是笔直的。她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先说2座舰岛的问题。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你猜不到我舰长坐在哪儿，就像总统出行的车队总是有几辆一模一样的车前后排列一样吗？显然并不是的啊，原因不在甲板的上面，而是藏在甲板的下面的，在航母的引擎室里面。伊丽莎白女王号使用了2套一模一样的燃气轮机作为它的动力来源，所以就需要2套排烟系统来把飞机往外排啦。通俗点讲呢，就是它有2根大烟囱。
这2根大烟囱啊，显然不可能光秃秃的杵在甲板上嘛。既然甲板上还需要立起舰岛，那么最佳的方案肯定是把烟囱和舰岛结合在一起嘛。实际上呢，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情况呢，还要再特殊一些。它的2套动力系统前后间隔的距离还特别的远呐。所以啊，你要么是设计一个很长的舰岛，一次性的把2个烟囱都包在里面，要么就得要安排2座舰岛，分别来裹住2个烟囱了。他最后的选择嘛，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就是这个全球首创的双岛式航母了。在说他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之前呢，你难道不该首先好奇一下，他为什么要整2套一模一样的动力系统呢？而且还非要把它们之间间隔得这么远呢？如果你已经猜到了，就在评论区里面走一波啊！原因其实很简单啊，英国人是怕伊丽莎白女王号呢重蹈了皇家方舟号的覆辙嘛。1941年11月14日呢，一枚德国 U81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皇家方舟号的侧舷，引起了巨大的爆炸，并将舰身撕开了一条长约40米的大口子。大量的海水呢倾泻而入，几分钟内就淹没了中心的锅炉舱，导致主机停止运转，电力系统也就完全中断了。于是啊，这艘2战当中英国最为著名的航空母舰呢，就只能困在原地，等待最终沉入海底的命运了。要是它有第2个锅炉就好了嘛。英国人懊悔不已，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号上面呢，才会有了2套隔得这么开的燃气轮机了嘛，就是为了冗余备份，提高一旦战损时的生存率的。2个烟囱，那就2个烟囱吧。咱建2座舰岛不就好了吗？虽然这样会造成物理上的隔绝，让前方负责船只控制和后方负责飞行控制的2个班子在配合上呢有点不太容易。尤其是考虑到舰载机的起降其实都是非常依赖航母提供准确的航向和航速的，所以就更加要考验2栋楼之间的磨合了。但除此以外呢，分成2栋比合成一大栋还是有不少好处的，比如可以省下大量的甲板空间，甚至在2座舰岛之间呢，还可以装上一部升降梯，大大提高了甲板的利用率。比如啊，2个小舰岛比1个大舰岛所带来的空气湍流更小，这样就对舰载机的起降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比如啊，分开的舰岛分别提高了船只控制和飞行控制的效率。位于前方主要用于船只控制的舰岛呢，得以离船首更近，因此为船员提供了更好的视野，可以更好的操纵船只，尤其是在狭窄的隧道上。而位于后方主要用于飞行控制的舰岛呢，因此可以装上290度环绕、高达3米的巨大窗户，把从舰尾到舰首的整个飞行甲板呢一览无余，因此就能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了。还有好处啊。分开的舰岛上可以装上分开的雷达，降低了2者之间的干扰和盲区，而分开的舰岛也可以分开去制造嘛，在难度上呢又减小不少了。所以这样看起来，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双岛造型还真是有理有据的。那么它取消了的斜式飞行甲板也同样有理有据吗？看起来也的确没啥毛病啊。其他航母上之所以要把旁边的飞行甲板斜着放，是因为他们的舰载机都是滑向甲板，靠勾住拦阻索来减速降落的。这样的方式呢，有其特定的风险啊，就是万一飞机没有勾住拦阻索的话，它必须要马上复飞才行。斜着的甲板为它创造了安全的条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斜甲板，而是笔直的往前冲的话，它是很难避开停在前方的飞机的。结果呢，很有可能就会是这样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舰载机呢，都是具有垂直起降能力的机型了。直升机自然不用多说，固定翼飞机采用的是 F-35B， 它可以在舰首那个上翘12度的滑跃甲板的助力下呢，实现短距离起飞，然后在舰尾直接以垂直的方式着舰。既然这样，干嘛还用得着斜着摆甲板呢？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工整的矩形，显然还能有更多的富裕空间嘛。你看，理由是不是也很充分呢？就我个人而言，还是非常喜欢这艘航母的造型的。所以你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你的看法写在留言里面告诉我吧。